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媒称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正在奏效。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试图摧毁俄罗斯的经济。这些制裁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见。在实施的开始阶段呢，确实令俄罗斯的金融市场混乱了一段时间，股市和卢布的汇率也都暴跌。但是在俄罗斯央行以一系列特殊政策进行了干预之后啊，卢布对美元的汇率涨回到西方制裁之前的水平，并且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本来俄罗斯国内外的经济专家在西方开始制裁的时候，对2022年的俄罗斯经济的预测都比较悲观，预测俄的 GDP 将下降10%到20%。但是根据俄罗斯政府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俄罗斯2022年的 GDP 实际上只下降了2.5%，远好于预期。这种情况让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坐不住了，很多西方媒体也声称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毫无效果，俄罗斯的经济呢已经证明具有韧性，而且俄罗斯并未停止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反而是在加强军备，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也有人呢持不同的意见美国的外交事务网站在1月18号发表了一位俄罗斯的反对派前俄罗斯能源部的副部长，现在自由俄罗斯基金会负责国际宣传的副主席弗拉基米尔·米洛夫的文章。他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呢正在奏效，正在缓慢但是确定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他指出，俄罗斯经济之所以没有崩溃的一个原因是俄罗斯政府在战前就积累了大量的财政储备。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候开始，俄罗斯就增加了对亚洲的贸易，足以抵消与西方贸易的减少。而现在俄罗斯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也很有误导性，比如俄罗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 3.7%， 只有270万人失业，是历史的新低。但现实是，到2022年第3季度末，有将近500万俄罗斯工人面临着各种形式的隐性失业，其中 70% 人在无薪休假。因此总体算起来，有将近 10% 的俄罗斯劳动力没有工作，这与上世纪90年代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情况相当。另外呢，卢布的官方汇率稳中带升，这是因为俄罗斯企业和个人难以取款并兑换外币，是由于严厉的货币管制和进口暴跌支撑的。还有俄罗斯除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以外呢，各领域的财政收入在2022年10月比上一年下降了 20%。制造业是俄罗斯经济中最依赖西方技术和零部件的部分，受到制裁的打击最大。在2022年呢，直接或间接为35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俄罗斯汽车业的产量暴跌2%。俄罗斯民调机构民意基金会在2022年12月的报告称，只有 23% 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良好，有 35% 的俄罗斯人被迫削减食品支出。俄罗斯政府的应对措施呢，主要有3个，一个是实行进口替代，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减少对制成品进口的依赖；二是将贸易和投资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第三是从土耳其这些国家采购半导体和其他西方产品，以规避西方的制裁。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些措施的效果都不明显。米洛夫此人呢，是拿着西方经费的反普京派，从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就能够看出他希望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意思。因此对他所提供的数据，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并进行核实。这些指标无疑预示着俄罗斯经济的下滑，但是并非不能逆转。比如说，中国汽车企业正在大规模的进入俄罗斯市场，取代退出的西方汽车企业留下的市场空白。因此俄罗斯汽车业的产量迟早会转为上升。而对俄罗斯经济打击最大的，实际上还是国际油价的下降。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的那几个月，全球油价暴涨，俄罗斯政府的财政盈余在西方的制裁下不降反升，也为俄罗斯央行稳定汇率和股市创造了条件。当然了，国际油价从去年6月中旬跌破了每桶100美元，然后一直在70到90美元之间波动。从那个时候起呢，俄罗斯的政府财政就开始出现赤字。国际石油价格下滑，并非是因为拜登政府对欧佩克组织施压增产起作用了，而是因为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衰退或者是不景气，对石油需求的预期降低。在2023年呢，美国经济大概率会遇到衰退，石油价格可能会继续低迷，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强加的价格上限，也逐渐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经济在2023年恐怕会比较困难。但是就连米洛夫本人也承认，俄罗斯经济不会那么快的崩溃了。俄罗斯在可见的未来还是有实力将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继续下去。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